清河作為燕雲16聲的開篇舞台，其劇情以雙重敘事構建。明憲是主角，也就是玩家，從不羨仙的少東家到孤勇江湖客的蛻變史；暗線呢，則圍繞傳奇刺客田英的潛伏與謀劃展開。兩條線索是相互交織，既鋪墊了主角的身世迷局，又勾勒出後周、南唐、契丹三方勢力的博弈的宏大背景，最終以一場慘烈的變故推動故事走向江湖。核心背景是藏在清河的秘密根源。清河的平靜下早已埋藏了跨越16年的陰謀種子，一切的起點是後继的将軍王清的中渡橋之戰。他與天权同門江晏、楚清泉聯手抗敵，卻敗於契丹的軍隊與南唐孟榧的夾擊。戰敗後，江晏帶着襁褓中的主角於至寶、正官爵一路躲避秀金樓與契丹的追殺，最終在清河落腳。在這裡，江晏與搭檔韓湘尋共同撫養主角長大，主角以不羨仙少東家的身份度過了13年的安穩時光。而韓義的另一重身份就是洛神，活人医馆換臉計劃的核心執行者。在洛神等人的協助下，將一批自願者換臉成功的人送到契丹，成為間諜，為玄劍提供情報，等待北伐時機。而失敗的人成為了無面人，隱匿在弱水，一輩子都無法出去。韓義手握一份臥底的名單，這也成為了秀金樓日後突襲清河的誘因之一。與此同時，10年拓天下，10年養百姓，10年治太平的後周皇帝柴榮繼位，繼位後就推行了建玄劍、滅佛、北伐3大舉措。暗線主角田英正是這一場政治博弈的重要棋子，他的行動悄然為清河的變局埋下了伏筆。首先來講明線的劇情。明線以主角的視角展開，圍繞尋找江晏與應對秀金樓突襲2大核心事件推進，完整呈現了主角身份的崩塌與成長覺醒。遊戲開篇時，江晏已經因為營救田英失蹤了3年。主角在韓義的照料下，在清河過着看似自在的生活，身邊呢有忠誠的跟班紅線，還結識了江湖人稱死人刀的一刀。兩人約定開壇宴後共赴開封，但異常早已顯現。江晏突然蒙面歸來，奪走了主角身上的正官爵後，再一次的消失。一刀的到來也並非偶然，他實則為傳遞楚清泉的遺言而來。楚清泉為了調查黑水城事變時重傷，臨終托付了一刀到神仙渡找三娘，帶走江無浪的秘密。這個秘密就是主角的身世。主角的身份呢有很多的猜想，主流有2種，一種是王清的孩子，因為小時候江晏每年都會定期帶他來祭拜將軍祠中的王清雕像。另外一種呢就是李唐的皇子，目前呢是沒有定論，大家可以各自來解讀。主角呢起初誤會一刀到來是為了尋仇制造麻煩，處處呢與其針鋒相對，直到聽完楚清泉的故事，才漸漸的理解其來意。而此時的秀金樓已經循着臥底名單與正官爵的線索，將目標鎖定在了清河的不羨仙與活人醫館。一刀與主角交心的當晚，秀金樓發動了蓄謀已久的突襲。為確保全殲不羨仙並奪取名單，秀金樓的首領千葉不僅設下了迷陣，讓眾人陷入了鬼打牆，還以調虎離山之計擄走了韓儀，使核心目標脫離戰場。這場夜襲成為主角命運的轉折點。紅線之死，為了破除迷陣，紅線偷偷地潛入到地底的暗道，跑到山上懸掛紅旗作為指引方向，卻被千葉一箭射中，生死不明，成為了主角心中一個無法挽回的遺憾。一刀的犧牲，千葉擅長化作對手最親近之人的模樣。主角與一刀聯手仍難敵其鋒芒，為了掩護主角撤退，一刀引爆炸彈與敵人同歸於盡，用生命踐行了江湖道義。最後就是身份的崩塌，主角被爆炸震暈後，由晚來的韓儀救走了，但醒來時韓儀已經蹤跡全無。經此一役，不羨仙化為了廢墟，少東家的身份被外人認定已經戰死，主角徹底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港灣。清河慘案後，說書人以旁觀者的視角講述了不羨仙的慘狀，更凸顯出主角的孤獨與茫然。帶着韓儀下落的追尋，對身世的疑惑，以及對秀金樓的仇恨，主角放棄了過往的身份，戴上面具，以外鄉人的姿態踏上了前往開封的路途。清河的明線在此告一段落，卻留下了3大懸念。第一就是韓義的去向，第二就是紅線的生死，第三就是正官爵與自身身世的關聯。接着來講暗線部分。
暗線呢是以田英為核心，通過地圖中隱藏的碎片化的線索拼接而成。其行動不僅解釋了江燕失蹤的原因，更揭示了清河事變背後的政治博弈的本質。田英的人生軌跡堪稱一部亂世軼事的偽裝史。田英幼年時因戰亂流離失所，被柴榮的春秋別館收留，受到英豪的熏陶後立志報國。他孤身前往北關取回文經館的殘書，獲得了馮道、魏道濟舉薦，加入了柴榮的玄劍組織。五代十國時期，由於連年的征戰，土地荒蕪，社會的動盪導致許多百姓不得不遁入空門尋找出路。一方面導致人口銳減，另一方面不是架色的佛門弟子越來越多，這極大影響了國家的稅收與徵兵。到後周時呢，私建佛寺剃度僧尼，熔銅錢鑄佛像，全無法度。罪犯與逃兵呢，也往往趁機削髮為僧，以此來逃避懲罰。寺院呢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，這已經嚴重影響了後周的計劃，成功滅佛並有了兵源於軍饷。但怎麼操作能夠把這個影響降到最低，這就是玄劍眾人要解決的問題。那為了配合柴榮的滅佛鑄錢的軍費籌措計劃，田英隱姓埋名，化作了僧人妙善，利用佛光玉製造佛光普照、佛手落錢母等等意象，以魔法擊敗魔法，以迷信瓦解佛教的影響力，成為了清河地區信仰的領袖，為政策的推行掃清了障礙。當契丹意圖聯合南唐南北夾擊後周時呢，田英制定了一條更為徹底的破局之計，不直接在清河截殺契丹使者，而是護送其至南唐，再行刺殺並散布假消息，徹底瓦解兩國的聯盟。他請殺手月神黎真真沿途保護使者，黎真真因此誤殺了眾多欲截殺使者的清河義士，被江湖人視為契丹的走狗，最終躲入湖底。計劃成功後，田英在南唐的清風驛刺殺了信佛的契丹使者，史稱清風驛之變，卻因為柴榮突然去世，陷入了困局，與前來接應的江燕一同被困在南唐3年。這也是江燕失蹤3年的真相，他並非是無故離去，而是為了救田英身陷了險境。3年後，田英逃回清河時，江山已經易主為大宋。原有的計劃盡數已經被打亂了，秀金樓也循着他的蹤跡追到了清河。這個時候呢，主角正在為解開佛光玉之謎，來到佛光頂地下，與躲藏在此的田英相遇。田英認出主角所用的無名劍法是江燕所傳，為擺脫秀金樓的暗探，故意在與主角交手後落水身亡。事實上呢，田英在韓義的幫助下完成了換臉，化名黎大人，潛入到了秀金樓內部，最終以臥底的身份前往契丹。他的故事雖然在清河告一段落，卻為後續的劇情埋下了重要的伏筆。而他委託天不收醫治黎真真時，才發現這位曾經助他完成計劃的殺手，早已被清河義士擊殺於湖底，徒留一聲江湖嘆息。清河劇情的精妙之處在於，所有的人物都圍繞着秘密組織交織。王清、江燕、楚清泉的同門之誼，藏着主角的身世。韓義的換臉名單與田英的刺殺計劃，共同將秀金樓引到了清河。一刀紅線的犧牲，則讓主角從被保護徹底轉變成為了守護者。劇情內核兼具了個人的成長與時代的悲劇，主角的身世迷局與鎮關訣的秘密是個人命運的枷鎖，而田英的潛伏、柴榮的改革、南唐的孟榧陰謀，則是時代洪流中個體的身不由己。清河的毀滅既是秀金樓陰謀的結果，也是亂世中安穩之地的必然宿命。它迫使主角走出溫室，以孤勇之姿踏入更廣闊的江湖博弈。清河不僅是地理上的開篇，更是劇情與人物的破局之地。它為後續的故事留下了3大核心的鈎子：主角的身世真相、韓義與鎮關訣的下落、田英在契丹臥底的進展。同時，秀金樓的凶殘、孟榧的詭異、各方勢力的野心，也讓主角清晰認識到江湖的殘酷。從不見仙的少東家到戴面具的外鄉人，清河的經歷剝離了主角的身份庇護，卻賦予了他的前行動力，尋找真相，守護親友，對抗陰謀。這場始於清河的旅程，至此真正成為了一部屬於江湖人的傳奇。至於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我是宇軒，點讚關注，一起玩好玩的遊戲。